大家好，我是邱平，我还在清西陵。今天来看的就是道光皇帝的陵墓。道光这个人，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啊。你像虎门销烟、林则徐，都是属于道光时期的，特别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啊，也是道光那个时候的。这座陵墓呢，叫做木陵，是清代所有帝王陵中规模最小的一座，没有方城和明楼。等一下我们看得到，尽管它小，但是它的发费啊，却是清西陵中发费最多的一座。也就是说，它比雍正陵墓发费还多。之前看了雍正，它那个建筑非常多，陵墓也非常豪华。那既然这么小，发费还这样多，那主要呢就是在这个陵墓中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建筑，就是金丝楠木建造的大殿，全部是用金丝楠木打造的。我们都知道金丝楠木是非常珍贵的，今天我们来看的主要也就是这个金丝楠木大殿，以及呢后面的宝顶。清朝的帝王陵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雍正的陵墓有什么建筑，那么道光的基本上差不多，只是说有一些特殊的规制减少了一些部分。所以今天我们靠道光的陵墓啊，地面建筑呢基本上就一带而过，主要就是看那个核心的金丝楠木大殿。道光是乾隆的孙子，当时他当皇帝的时候，政治社会变化比较大的时期，经过了康雍乾、嘉庆、清王朝时期，社会矛盾呢也比较尖锐，各种矛盾呢日益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39岁的道光帝登上皇位之后，他其实采取了很多措施，准备改革，准备中兴，只不过呢最终的结果都不太好。所以一般都说道光呢，他称不上是一个昏君，但是呢也算不上一个英主，就跟他父亲一样，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帝王，也就是说能力可能不足吧。比较典型的就是虎门销烟，其实一开始道光已经认识到他的危害，于是才派林则徐呢去虎门销烟。后面爆发了鸦片战争，打了没多久就签订了南京条约。其实那个时候清王朝的实力还是远胜英国的，如果坚持下去，我们不说一定会胜利，但是起码失败没有那么快。最终还是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我们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也是近代史的开端，同时呢也使我们国家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么这个道光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这个就是陵墓的神道，非常短呢，旁边也没有什么建筑，走过去呢就算是进入到墓陵的第一道门户龙凤门，它这里是没有大红门的。这个龙凤门呢是明清帝王陵的标配，它在节省这个还是会有的。这个就是小碑楼，里面有块碑，写的就是它的庙号和谥号。这个陵墓呢没有大碑楼，主要是由于清朝的一个规矩，你如果一个皇帝呢丢失领土，是不允许有石像生、大碑楼和二仪门的。所以从道光之后的皇帝啊，全部没有大碑楼。到了这里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前方呢就是整个陵区最核心的建筑隆恩殿，还有地宫都在那个里面。前方左右两边的是叫做配房，就是来祭祀的时候要准备一些东西，比方说一些点心、茶汤等等。现在我们就直接去看那一座金丝楠木建造的大殿，这就是隆恩殿，里面主要是放着皇帝的牌位和画像，它平面月呈方形，是清代帝王陵寝中独一无二的。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个隆恩殿，它是面阔3间，我们平时看到的基本都是面阔5间嘛，95之尊，它这里改了，进深也为3间。然后呢，它这个大殿呢是单檐歇山顶，雍正的那个是重檐歇山顶，正常来讲皇帝的都是重檐歇山顶，这个就有其他帝陵的明显不同，这不知道是为什么。最特殊的就是这个大殿呢是金丝楠木建造的，其实这座大殿还有2个配殿，全部是用金丝楠木打造的。金丝楠木不仅仅是木材中极为珍贵的，而且历来呢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由于历史上修建殿宇大多是以楠木为料，但是经过了多年的砍伐，到了清代金丝楠木的数量大大减少了，所以才说在道光时期能够建造一座金丝楠木的大殿是非常珍贵，也是非常罕见的。你像乾隆建造他的陵墓，他金丝楠木呢都还是从明13陵弄了一部分过来，从全国其他地方还找不到那么多金丝楠木。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些全是金丝楠木的，然后它这个门上是有4条龙，就是每一扇门上面都有龙。这3座大殿的金丝楠木，它全部是不施油漆彩画，而是在楠木本色上以蜡涂烫，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富丽堂皇，感觉是比较普通。这座隆恩殿呢，却是木雕艺术的天堂。
整个陵墓在金丝楠木上面雕刻了1318条龙，分布于天花、阙体、隔扇、门窗上面。我们现在看到的隆恩殿就有1096条龙，堪称龙的世界，龙的海洋。在隆恩殿内，每一块天花板都是一件雕龙艺术的杰作。我们抬头看一下，雕刻大师用高浮雕加镂空的手法，刻成了在云雾中舞动的龙身和向下俯视的龙头。龙头呢，突出平面达到半尺多高，一个个张口鼓腮伸向空中。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明显？上面的头部呢，上面天花板的龙头正在朝下看。据说呢，这些龙之所以如此张开鼓腮喷云吐雾，是因为呢，木灵原来在选址上吸取了陵寝渗水的情况。因为这个道光的陵墓一开始呢是选在清东陵，后面由于渗水就迁移到这个地方来了。道光认为地宫渗水呢，可能是群龙钻穴，龙口呢吐水，于是呢他就把龙移到天花板上去，这样龙呢就不会在地宫吐水了。于是呢请来了千百个能工巧匠，用金丝楠木雕刻成许许多多的龙，布满了天花藻井，就仿佛是群龙聚会，龙口吐香。整个雕刻构思严谨，线条流畅，刀法娴熟，制作精巧，形象生动，可以说是稀世珍品。这个就是金丝楠木的柱子，整个这一块全部是金丝楠木。我们来抱一下，一个人都抱不住，必须要2个人。金丝楠木的大殿现在是非常少我们在湖北恩施看到一个金丝楠木建造的房屋，但是呢，相比这里呢，肯定是小巫见大巫呢。整个这个大殿呢是非常豪华，在史书上记载，道光呢是非常节省。但是大家看这个大殿就能够得出道光是不是真的节省呢？肯定不是它的陵墓本身就是清西陵这边发挥最多的，比那个雍正的泰陵都更多。那么这里呢还采用金丝楠木制造的，因为金丝楠木本身就比较珍贵，一般是在银桂川或者湘西、湖北的大山深处。像这样大的一根金丝楠木它长可能要几千年。我们在重庆那个大山里面也看到，那些巨大无比的金丝楠木都是上千年的历史所以你想一想，整个这个大殿用了这么多金丝楠木，它到底花费了多少呢？还有一点就是金丝楠木从产地来到这个地方运输的话也是非常不方便的，也花费了大量的钱财，然后运输到这里加工雕刻成龙的形状，特别是那个顶部那么多龙，那么小巧，那又是花费一大笔。所以说道光在对待自己的陵墓的话是非常舍得他可能有2面性嘛，一面是平常吃穿住行感觉节省一点就可以，然后到了他的陵墓呢，他又觉得我作为皇帝呢，该享受的还得享受，对吧？我去世之后呢，一定得修建的富丽堂皇，才能代表我的身份，可能是我们说的矛盾体吧。那么为什么历代的统治者都喜欢金丝楠木呢？这是因为金丝楠木是珍贵的优质良材，它树干通直，发纹细腻，坚固耐用，遇火难燃，耐湿不腐，能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是建筑用料的首选。说的通俗一点呢，是蚁不能学，水不能进。它生长呢也极为缓慢，基本上呢300年才能成材，500-600年基本上才能算是使用。当然一般他们使用的话都会选择上千年的。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柱子呢，可能有700-800年左右，然后更粗壮的呢就要1-2千年的历史。像这些柱子基本上都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了，可能都达到1500年以上。同时呢，这个金丝楠木还具有很强的光泽性，在阳光下照射呢异常华美，极其难得。从而这座金丝楠木大殿建造的费用，如果折换成现在计算的话，估计这座大殿花了几百个亿。看了这座陵墓之后，特别是看了这座大殿之后，很多人就觉得道光是比较虚伪的，表面节俭，而到了陵墓呢却是极尽奢华。它的隆恩殿是金丝楠木的，不过有一点呢，道光在这个陵墓呢减去了其他的一些建筑。你比方说我们看的这石拱桥正常来说都有栏杆，但是在道光陵墓里面呢，很多地方呢就是2侧的没有，
就相当大的一个便桥一样，只有中间的弄了一些栏杆上去，这可能也是减少资金吧。那过去呢，就是我们熟知的灵起门，这个就不用说了，简单看看就行了。整体而言，道光的陵墓还是比较小的。我们现在走过了陵寝门，就来到了最核心的地方了。但是大家一走进来，发现没有，这里是不是少了很多东西？如果是雍正的泰陵，过了陵寝门可以看到有一个二仪门，然后在后面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建筑方城明楼，而这里都没有。就过了陵寝门就比较空旷，就是前面有个15供，最后呢就是宝成宝顶。它这里相当于把二仪门和方城明楼都砍掉了。本来这里上坡过去呢就是方城明楼，但是它这里没有啊，这个就很有意思。走完台阶呢，就能够直接看到宝成宝顶。正常的话，这里是有一个巨大的地面建筑的，然后后面才是宝成宝顶。宝成宝顶的高度呢，基本上会跟方城明楼差不多，还有一个隐蔽墙在前面，但是它这里没有呢，就直接修建了这样一个圆形的宝成宝顶。不知道是不是他那个把那些资金呢都弄到修建金丝楠木大殿上去了，应该不至于吧？所以我就说嘛，那个道光可能是两面性，一方面呢觉得很多东西没必要，我不需要，但是有一些东西呢我是一定要的。我们一直说宝成宝顶，但是在陕西看帝王陵这种情况基本不存在。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帝王陵啊其实是有好几种形式的。早期的话就是那种在咸阳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平地起坟，相当于是一个封土堆，那种帝王陵形式，秦始皇、汉武帝比较有代表。然后到了唐朝时期呢，就是阴山为陵，像唐昭陵、武则天的乾陵等等，就是在一座山上，那个中间开凿洞穴，挖凿地宫，这就是阴山为陵。然后到了明清的时候，就是这种宝成宝顶。那这个宝成宝顶呢，就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创意。他这个其实建造的也不一般呢。陵墓呢也是依山而建，就跟我们唐王朝看到那个帝陵一样，但是它地宫呢并不是开凿在山里面，而是在地面上建起围墙，然后在围城中填入厚土，仅仅露出一个圆顶。宝顶的说法就由此而来。当然了，它地宫还是在底下的，只是地宫上面呢覆盖了一层土，这个就跟我们看到的封土堆形式很类似啊。它这个里面的那个土啊是三合土，就是白灰、沙土、黄土掺合而成。那上面呢又用糯米汤浇筑，加了铁钉，十分坚固。它这些宝成宝顶，我感觉跟秦汉时期的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它这里加了一个围墙，然后呢它整体是圆形的，不是那种锥形的。其他的感觉都差不多。还有一点，它里面的地宫是怎么建造的呢？它其实就是先选择这个地方，然后呢把土挖开，在下面建造一个宫殿一样的，然后再把土覆盖上去，下面覆盖好了，这上面呢再修建围墙，再把山和土放进去，都是这样的，并不是直接挖土在地下里面建造。道光皇帝的陵墓我们就看完了。它的建筑面积虽然没有泰陵那样广阔，建筑呢也不如泰陵那样宏伟，布局呢肯定是比不上泰陵了，但是它里面那些别出心裁的设计以及金丝楠木的大殿，却成为清代帝王陵中绝无仅有的艺术珍品。